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用茄子给大家分享一道新做法，保证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非常的好吃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，更没有吃过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次的话，肯定会爱上它。下面我们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长茄子、面粉、鸡蛋。首先我们要准备2个新鲜的长茄子，而且这个皮要是紫色的，这样比较新鲜。茄子我们把头部去掉一点，不要了。然后我们把茄子给它切成0.5毫米的厚片，片我们不要切得太薄，如果太薄的话就不好吃了。而且这种做法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。如果茄子拿来像我这样做的话，肯定比炒的还要好吃，比红烧的更入味。把所有的茄子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厚片就可以了。茄子敲以后倒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往茄子里面撒入一点食用盐，这里的盐不要撒得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把茄子简单的给它腌制一下，只要撒上一点点食用盐腌制就可以了。大概把茄子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，给它腌制2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碟子，加入3勺的面粉，面粉我们这里3勺就可以，不要放的太多。面粉加进来以后，我们再整理一下，把面粉给它压成3个小窝，这也是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把面粉像我这样按成3个小窝窝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将里面打入3个正宗的母鸡蛋，鸡蛋全部打进来以后，我们要把鸡蛋黄和鸡蛋白给它分开。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小勺子，我们要把蛋黄和蛋白给它分开一些。蛋白我们可以留着炒着吃，蛋黄分开以后直接放到面粉里面，放到小窝里面，像我这样把鸡蛋黄舀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样是不是分开非常的简单？全部分开以后直接把它放到面粉里面，加进来以后加入1勺食用盐，再加入1勺胡椒粉，1小勺鸡精，再加入一点白糖，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鸡蛋黄和面粉融合在一起，如果搅不动了之后，我们加入一点点清水，清水我们要分批放，不要一次性放的太多，如果一次性放的太多，可能量的话就不好掌握，所以像我这样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成坨，搅拌到有点搅不动的，再加入一点清水，然后再用汤匙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面粉和鸡蛋搅拌成像奶酪一样，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多搅拌一会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像筷子像打鸡蛋一样这样打，要搅拌到有一点像奶酪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用筷子夹一下成细腻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准备个碟子，加入2勺的面粉，把面粉放到碟子里面就可以了，将它整理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的茄子也腌制好了，看一下茄子也腌出了好多的水分。这里腌过的茄子我们也不要经过清洗，直接把它夹一块放到面粉里面。我们直接把茄子放到干面粉里面，让它裹上薄薄的一层，这也是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裹上一层以后，直接把它放到面粉里面，把它搅拌好的面粉让它裹上薄薄的一层，这样做出来的茄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比鸡蛋糕吃起来更脆更好。把所有的茄子都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做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平底锅，我们用小刷子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要放的太多。把沾好面粉的茄子一块一块全部给它摆到锅里面，这里我们就要开小火了，不要开大火，慢慢的给它煎制一下。茄子放进来之后千万不要挨在一起，让它留一点空隙，不要它粘连在一起。把所有的茄子给它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往上面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增香。开小火把茄子煎至底部定型，煎至底部定型以后，然后用铲子将它翻一个面，把茄子的另一面也给它煎制一下。我们一定要煎至2面金黄，像这样子。其实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如果喜欢吃脆一点的，
就多煎一会，把茄子煎成酥酥脆脆的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真的是非常的酥脆好吃，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一些。再煎个1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煎出来的茄子饼非常的酥脆香甜，比奶酪饼还要好吃哦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。如果你们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次的话，家里面的小孩子是最爱。把煎好的茄子饼全部装到碟子里面，把剩下来的茄子，我们再一次给它煎制一下，同样也是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煎制，煎至底部定型，我们再给它翻面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饼，营养也非常的丰富，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！感谢大家1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。把茄子全部煎成像我们手中，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茄子全部煎好以后，直接装入碟子里面就可以开吃了。把煎好的茄子整齐的摆放，摆成像个圆形，这样做出来既好看又美观，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茄子饼。像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饼，是不是看起来都非常的有食欲？如果你想吃茄子饼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比蛋糕店买的奶酪蛋糕做出来都还要香，还要好吃，吃起来酥酥脆脆的，非常的有营养。如果像这样子茄子饼，这样吃起来不够味的话，接下来我们放入一个小碟子，加入一点番茄酱，再把茄子饼放到番茄酱里面沾一沾，这样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十足，让茄子饼的味道更加的鲜美。这样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